结婚3年没怀孕，婆婆在家族群里发了张炖鸡汤的图阴阳我，只会打鸣不会下蛋的母鸡，留着也没用，不如吃了。我反手把老公的无精症报告发到了群里，并发言，反正留着也没用，不如剁了吧。在我家住了2个月的婆婆终于回去了，我刚把她用过的4件套都洗完晾干，就听到手机一直在弹微信消息，打开就看到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个群突然有40多条消息，还全是语音的，我懒得一个个听，随意往上翻了翻，发现话题的由头是婆婆在群里发了一张炖鸡汤的图，然后下面跟着一句语音，我今天把家那个只会打鸣不会下蛋的母鸡给炖了，3年了一个蛋没下，不如吃了。小姨在下面跟着捧臭脚，姐做的对，省得占着鸡窝不下蛋。婆婆又来一句，这老母鸡活着不下蛋，死了还塞牙，真晦气。大姨也跟着道，老妹别生气，到时候咱养新的。二舅妈也起哄，拿得起放得下，大拇指。听着他们那阴阳怪气的语气，我就知道这是冲我来的。我和李明翰是大学同学，毕业2年后就结婚了，但结婚3年却一直没有怀孕，公婆那边催得很急，婆婆对我的态度更是360度大转弯，脸色是一天比一天难看，语言也一天比一天恶毒。2个月前更是没打一声招呼，提着一个蛇皮袋就来我家了，美其名曰监督我们，但其实他是冲着我来的。他不准我吃零食，不准我喝饮料，不准我化妆，却没有让他儿子戒烟戒酒。他把我那些舒适无痕的内衣裤全扔了，为了增进夫妻趣味，全都给我换成了他地摊买的红色蕾丝款。他还每天逼我喝各种恶心的中药和奇奇怪怪的偏方，我不喝就在那嚎，我的命好苦啊，把我这好心啊都当成驴肝肺了。最后却因为儿子抗议家里每天都是难闻的中药味而作罢，这些我也都勉强忍了。最让人接受不了的是，他整个人为了抱孙子已经魔怔了，每到夜里他就开始站在我们卧室门外偷听，甚至有一次还冲进来指导，吓得我都有心理阴影了。那次我和老公发了脾气，他好声好气的跟我道歉，老婆对不起，我知道你最近辛苦了，我妈就那样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，你也知道我家是3代单传，她就是着急，过几天我就把她送走。看着老公可怜巴巴的样子和斩钉截铁的保证，我心软了，没想到我越是退让，他越把我当软柿子捏。那天我刚上完厕所出来，就听到婆婆拉着老公说着超大声的悄悄话，儿啊，我听说城里人都开放，你说她是不是年轻的时候打了太多次胎，生不了了？要不然她家能啥都不要的嫁到咱家吗？听到这话我都要气笑了。我是城市独生女，父母都是体制内的，家庭条件还可以。父母看到李明翰老实上进，对我也好，知道他家就靠父母种的那点地，就没想着要彩礼。我结婚带的5金是娘家出的钱，我结婚住的房子也是娘家买的。结婚前是婆婆感激的拉着我的手，我们家明翰能娶到你，这是他上辈子积的德呀。结果结婚当天却跟一众亲戚炫耀说，我儿子有本事啊，娶了一个倒贴的媳妇，什么婚房彩礼咱家啥都没出。当时这话我就不太舒服了，没想到今天迎来了个更过分的版本。我没再忍让，妈你也知道我们结婚，你们家什么也没出，这房子是我家的，你今天这话让我很不舒服。现在我请你离开，什么你家的，这是我儿子家，我住我儿子家天经地义，天王老子来都管不了我。再说了，这些年你天天吃我儿子睡我儿子的，我跟你算账了吗？我懒得和这种不讲理的人掰扯，直接和李明翰下最后通牒2个选择：一，今天把你妈送走；2，今天你跟你妈一起走。看我这回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，李明翰点头答应了。婆婆气不过，又拿儿子没办法，结果晚上回家就开始在家族群里阴阳。我没有和他在群里撕破脸皮，他没指名道姓，我也没必要找骂。但就这个问题，我必须要和李明翰谈谈。我可以不管婆婆的发疯，但我必须知道她的态度。所以他刚回卧室，我就一脸严肃地和他说：“老公，你看到微信了吗？”啊，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我知道他在装傻，毕竟最近以来他每天手机都不离身的，又怎么会看不到呢？无非是想大事化了，但这不是可以糊弄过去的事。老公，你妈今天的所作所为真的是太够分了，而且你没等我说完，李明翰突然不耐烦道：“你差不多行了呀，你不满意？我他妈还不满意呢！你天天你家的，是房子是你家买的，但现在这个家谁在赚钱，你不知道吗？今天你给我面子了吗？”我听傻了，你妈说我打了太多次胎，所以生不了，你不仅不帮我说话，还让我给你面子。那我妈说的也有一定道理，李明翰，你他妈没有良心，我第一次都给了你，你竟然说这种话。老婆对不起，我今天也是情绪不好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明天必须去医院检查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有问题。本以为我们会就此彻夜长谈，没想到最后不欢而散。第2天是做检查的日子，其实之前我也提过很多次，但他却说我一个大男人检查什么，多没面子啊！婆婆听了更是拦着，我没听说不生孩子，是谁家老爷们有问题？要不是这次我被气到了，态度坚决，还不知道要猴年马月才能查上。好不容易检查完，李明翰就说公司有事，急匆匆的走了，我独自留下等待结果。当我接过医生的体检报告，看到上面明晃晃的无精症3个字时，我腿一软，差点摔倒。我一直以为还没宝宝是缘分没到，哪想到是精子没到，我感觉天都塌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更不知道该怎么和李明翰说。我怀着满满的心事，一路从医院走到了李明翰公司门口。等我终于快走到的时候，我看到李明翰和一个小姑娘一边拥吻，一边往我家的车里钻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天确实塌了，但我不用再傻傻的站在下面等着厄运来袭了。其实我是可以跑的。晚上11点多，李明翰回来了。其实以往他也经常这个时间回家，但我的第一反应却是心疼他工作辛苦，丝毫没有多想。我以为我们从校服到婚纱感情很牢固，我以为他老实本分，不会有花花心肠，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。
子，我还没想好该怎么面对，所以假装睡了。1个小时后，当他的呼噜声响起，我用他的指纹偷偷开了他手机，结果微信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，我的对话是被唯一置顶的，剩下的都是工作群和一些美食公众号。我想了想，尝试性点了一下切换账号，结果证实了网上那句话，没人能从老公手机里笑着走出来。我看到他管一个粉色兔子头像的女生叫宝贝，和小三提起我则是家里的母夜叉。情人节他给小三赚了1314，而那天我记得他只送了我一支有点蔫的玫瑰，小三生日送了香奈儿的方胖子，而哪怕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他送我的也只是小 CK， 婚后的生日更是早没了礼物，团一张100多块的双人套餐，在外面吃一顿就算结束了。所有记录看下来，发现他们应该是半年前勾搭上的。小三的名字叫娜娜，是李明翰的下属。在李明翰的描述中，我是一个不孕不育、脾气暴躁、好吃懒做的母夜叉，但念着当年的美好，他一直没有忍心离婚。小姑娘听了直呼：汉哥，你真是个好男人，要一直忍受这样一个人。而我看到这里，眼里一阵酸涩。我当年在学校也是很有人气的，有很多人追，李明翰算是其中最不起眼，但却是最执着的。他每天都会早早起来，然后等在宿舍楼下，给来不及买早饭的我送上热乎乎的包子和豆浆。他就这样坚持了1年。1年后，我点头答应了。我还记得他因为激动流下的眼泪，短短7年，物是人非。我不知道到底是他变了，还是其实他从来都是如此，只是当年没有更好的选择。但不管是哪种，我都绝对不会原谅。我忍着恶心，掏出手机开始拍照保留证据。躺回到床上，我睁着眼开始想接下来的对策。既然你敢在我头上种青草，那我就还你一片大森林。因为我在他们的记录中看到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小三怀孕3个月了。我辞职了，我决定在离婚之前不为这个家庭赚1分钱，全花他的。我要带薪考研，其实大4那会儿我就要考的，但是被李明翰拦下了，因为他家无力再支撑他多读2年了，而且他也要尽快上班赚钱补贴家里，而不管是我家还是我，条件都是优于他的，所以他不想我在学历上也高他一筹，他觉得他大男人的自尊受不了。当时的我纯纯恋爱脑，还真的被他哄住了，觉得他特别爷们。结果毕业的时候，因为我是文科又没有工作经验，只能在一家小广告公司做文案。虽然后来也想过跳槽，但面试了几次，人家听到我已婚未育都婉拒了。而他是计算机专业的，又赶上互联网的风口，工资节节走高，所以他的腰杆子也一天比一天挺直。以前他的工资是都交给我的，后来他借口我格局小，不会理财，每个月只给我5000生活费。我犯贱，寻思他赚钱不容易，要替家里攒点，就这每月还能攒下个2000块。现在攒个屁，之前我要全花在自己身上。我买了一台最新款的电脑，给自己报了考研补习班，现在每天上午上课，下午去图书馆，晚上也不做饭，直接在外面吃一口，仿佛回到了读书时代，每天奔着一个目标奔跑，简单而美好，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。李明翰因为忙着陪小三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几个月后，我的计划被打乱了，因为婆婆拎着老母鸡上门了，小三快生了。这次来，婆婆的气焰明显更嚣张了。因为上次我没有跟李明翰说检查结果，再加上小三又快生了，所以他们李氏家族更加笃定他没问题，我不行。苏倩啊，你说你作为一个女人不能生孩子，换哪个男人能要你？也就我儿子好心吧，你还不好好的在家洗衣做饭伺候老公婆婆？你赶紧去炖点鸡汤，好好弄啊！我这是要送人的，看来他这是要给小三送去的。行，没问题。我在鸡汤里放满满一管芥末，然后收拾好所有的东西，拎着行李箱就去酒店了。到了酒店后，我看到婆婆在群里破口大骂：苏倩，你好歹毒的心肠，你想要毒死谁？你现在就给我滚回来，跪下给我道歉，不然马上离婚。李明翰也跟着一起，苏倩差点出事，你知不知道？要是真出了什么事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你赶紧回来道歉，我回个 TD， 然后退群关机。因为1周后是我考试的日子，我渴望了这么久，也努力了这么久，最后一搏，我必须保证自己不受任何干扰。咱们考完见。考完试那天，我打开手机，李明翰的电话就进来了。苏倩，怎么回事？中介突然来咱们家说你要卖房，你疯了是不是？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商量，谁允许你卖的？准确来说，我不是要卖房，而是已经卖了。合同上签的日期是后天，所以你和你妈还有1天的时间收拾东西滚蛋。另外，你不是说我总说我家的吗？这么说你都没记住？房子是我家的，买卖都和你无关。再有，离婚协议书我已经让闪送到你公司了，签一下吧。不是，老婆为啥呀？就因为我妈说了几句，你要闹到离婚。我笑了，一起送到你手上的还有你和林娜娜的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，你们一起去产检的照片，还有行车记录仪上你们在车上的音频。你要是不想闹得人尽皆知，就赶紧签字。我们财务状况也比较简单，我找律师咨询过了，正常离婚是共同财产平分，但你是出轨，所以我可以拿到大部分。不是，老婆你听我说，是林娜娜那个女人看我事业有成，先引诱的我，我这只是逢场作戏，我只爱你一个人，我不能离开你，你是不能离开我的钱和我的房吧？李明翰，别让我更看不起你。我告诉你，现在的通话我在录音，你要是不想我把这音频发给林娜娜，让你2头都捞不着的话，咱就赶紧了断。一口气说完，我就挂了电话，带着行李去了父母家。在妈妈打开家门的一瞬间，这几个月来我一直苦苦撑着的一口气瞬间瓦解了。看到我拎着行李箱站在门口嗷嗷大哭，我妈吓得赶紧问道：这是怎么了？吵架了？我爸也从厨房拎着菜刀就出来了，那小子欺负你了？
你放心，爸给你报仇。看着他们着急的样子，我更恨了。父母省吃俭用一辈子供我长大，供我上学，最后还要供我结婚，现在竟然还要他们跟着我操心。我如实和他们讲了这一切和我的计划。妈妈听完，拍了拍我的手，感慨地说道：“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要是他没出轨，你也不会因此狠心离婚。我听说这种情况都得做试管，女孩子做这个可遭罪了。我网上看到过，那么老长的针要扎到肚子里，而且能不能顺利生下来还不一定。哎。”总之啊，罪都是咱们女人在遭的。现在你及时解脱也是好事。听了妈妈的安慰，我的心情也好了一点。正当这时，我的电话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。刚按了接听，婆婆蛮不讲理的声音就进来了：“苏倩，你要是想挽回这段婚姻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你不能给我们老李家传宗接代，但可以让明翰把外面的孩子过继给你。只要你把房子改成我儿子的名字，我这个婆婆可以做主，保你正式的地位。以后你就在家专心伺候孩子，你学历比孩子妈强，我大孙子给你辅导，我也能放心点。女人本来过了25就不值钱了，你还是个不能生的。你再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像我们明翰这么优秀的了。别拿瞧了，给你台阶就下吧。”说着还微信发了我一张她金孙光腚的照片。此刻我强烈怀疑我婆婆不对，前婆婆脑子有病，不然总不能是大清亡了这事，唯独没通知她吧。我激情开麦：“你可真是屎壳郎戴面具，臭不要脸！就你家这3代贫农，穷家破院的，还正是乡下自建房2室1厅的事啊，还传宗接代，怎么这代代传废物啊？另外我想问下，你是站过街吗？不然怎么那么清楚女人25岁之后就不值钱了？我想问问，这么了解行情的你，我年纪轻轻就不值钱的话，那你岂不是老奸货？行了，你赶紧退下吧，我怕耽误你时间，毕竟你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你得赶紧收拾东西滚蛋啊！”一口气骂完，感觉整个人神清气爽，结果转头就看到父母目瞪口呆的表情，我突然有点不好意思，没想到他们直接竖了大拇指，骂得好。到了和买家约定交房那天，他们果然死活赖着没搬，我直接报警了，理由是非法侵占。不一会儿，我就在小区群里看到李明翰和他妈2人的破烂把车道堵得死死的，邻居们本来就怨声载道，结果他妈还跟小区收垃圾的打起来了，偏说人家手里拿的那2个纸壳子是他的，这下吵得邻居们又报警了。晚上我又接到了李明翰的电话：“苏倩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确定要跟我离婚吗？”“确定、一定以及肯定。”“好，那你等着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。”我根本没把他的威胁放在心上，因为我这正忙着收拾明天去云南玩的行李。我们一家3口久违的一起出去旅游了。在云南那段日子，每天看着蓝天白云、苍山洱海，我开始对岁月静好这个词有了更切实的感受。我感觉我每天都从上一段失败的婚姻中走出了一点点，但有的人偏偏不让你如愿。在回来上海的第1天，我爸就接到了纪检委的电话，因为李明翰实名投诉我爸贪污受贿。李明翰的投诉信上说，我父母只是普通的科长，只凭工资是买不起上海600万的房的，并且逢年过节我家总是有别人送的礼品，所以他怀疑我家的钱来路不正。爸爸被调查了1周，那1周我家被查个底朝天，每天都有人进进出出。妈妈更是因为又气又急病倒了，我一边配合调查，一边照顾妈妈，整个人也是心力交瘁。1周后，事实查清，我爸没有任何违章乱纪行为，工作也恢复了正常。李明翰不知道的是，其实从有股票那年开始，我爸就开始炒股了。买房子的钱一部分是股票收益，一部分是父母攒了一辈子的老本。至于成箱的礼品，那是每次我们回家，父母都会早早备上最好的水果和烟酒，怕我们不好意思才说的，都是别人送的，你们走也拿点回去。没想到这样尽心尽力的结果，换来的是这样的背刺。没想到我爸一生清正廉洁，临到快退休了，还让他受到这么大的牵连。我觉得我对李明翰还是仁慈了，仅仅是让他戴绿帽子还不够，我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因为李明翰迟迟没有签离婚协议，我直接把我手头上的证据都递上去，起诉了。审判的结果很快下来了，因为他婚内出轨，我们夫妻共有的50万资产，我可以分到70%。他的出轨专用车也是夫妻共有资产，我放弃了所有权，选择要补偿。哦对，还有他送林娜娜的香奈儿也被我追回了，我拿去卖了2手，最后总共拿到了40多万人民币，再加上运气好，之前的房子卖了900万，正好卖个高点，所以我现在是个小富婆，而他则是个穷光蛋了。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，我立刻拍照发给了林娜娜。这个林娜娜其实3个月前就找上我了，她不知道从哪里加上我的微信，耀武扬威的发给我了一张他们的亲密照和一张怀孕报告单，可以说是主动给我送证据。她跟我说，我们有孩子了，你别耽误他了，你们勉强在一起也不会幸福的。我知道她很急，因为就我找人调查的结果来看，那孩子应该是她前男友的，而她才是前面打了太多次胎不敢再打了的人，所以她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接盘侠。因为李明翰塑造的好男人人设，再加上大厂程序员的收入确实不错，这个奈娜竟然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好男人，所以赶紧扒上了他。但李明翰是不想离婚的，毕竟除了年轻能生，他条件样样不如我，而男人是很现实的。过去几个月，也不知道李明翰是用什么方法稳住对方，拖着不离婚娶带着肚子的他的，但现在他应该稳不住了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就结婚了，因为我刷到了李明翰表妹的朋友圈，头一次见孩子满月和婚礼隔1个月半，收2分钱的，还是2婚，结了就好。当晚我就把李明翰的20多位亲家人们都拉到了一个群里，我刚把群名改成绿巨人家族，就被李明翰他妈抢占了先机。他往群里甩了一张全家福，李明翰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搂着小三，3个人3模样，在破旧杂乱的出租屋里蓬头垢面的坚强微笑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某低筹的配图，但婆婆不一样，她带了800层滤镜，看我儿英俊潇洒，看我家幸福美满，看某人念念不忘。我回到李明翰确实英俊潇洒，尤其那顶绿帽子更显时尚，3个大拇指。
回归正题，今天我们大家之所以欢聚在这里，是因为您的一句话。曾经您说只会打鸣不会下蛋的母鸡留着也没用，不如吃了。我觉得特别对。我反手把李明翰的无精症报告发到了群里。那依您看，留着也没用，不如剁了吧。群里炸了，小姨怒道：疯娘们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大姑也跟着道：苏倩别闹了，我知道你是不甘心，人家明翰现在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造这谣太没品了。二舅也跟着：男人的这事是你能开得起的玩笑吗？我知道他们不信，于是发了第二波素材，我的身体检查报告以及林娜娜和前男友的亲密照。这次群里明显沉默了，这时李明翰跳出来了：苏倩，你别胡搅蛮缠了，那是谁的种我自己还不清楚吗？就是那孩子特别聪明，一看就是随了我们家明翰。李明翰他妈也赶紧跟着解释道：好的。第三波素材闪亮登场，这次是前男友和这孩子的对比照，那孩子长得跟那位前男友可以说是一模一样，人家是借腹生子，你是借精生子，3个大拇指。说完我还贴心的附带了一个亲子鉴定机构的地址。群里再次沉默了。5分钟后，李明翰他妈发话了：赶紧把这个婆娘踢出去，别让她在这撒泼。老妹，这群不是我拉的姐，这咋踢不了呢？看他们着急的样子，我忍不住得意的回道：不好意思，本人才是尊贵的群主，谁也别想踢我哈。而且我们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不趁机多唠唠吗？唠你个头！家人们，咱们一起退群，看他跟谁唠去。这话一出，就是他不懂人性了。这么天大的热闹，谁能不看啊？果然无一人退出，于是我继续。虽然李明翰不能生育，但老李家的珍贵血脉可不能断啊！您二老可需要努力了。花开富贵闲云野鹤，这不用我教吧？性感内衣啊，球子偏方啊，都安排上。苏倩，亏你还是大学生，怎么能对长辈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大学生，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了。话说回来呢，要是实在不行，你们也别太上火了。听说过优胜劣汰这个词不？咱要尊重大自然规律哈，人类一小步，世界一大步，为我们将来的社会能少个败类而干杯，为李明翰不孕不育，儿孙满堂而干杯。怎么没人响应呢？我最烦没有礼貌的人了。算了，退群，你们什么档次，不配跟我一个群。第二天，李明翰就带着孩子去做亲子鉴定了，结果出来后，他妈当场就晕过去了。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揪着林娜娜的头发，开始狂扇她嘴巴。李明翰也没客气，直接递了离婚协议书，并要求她退还10万块的彩礼，以及额外给李明翰5万块的精神损失费。但林娜娜哪里有这钱？她是个伏地魔，彩礼钱早就拿给弟弟买房了，这些年的工资也都填补家里了。两个人因为钱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。这个林娜娜也是个狠人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竟然把他们的事情直接捅到公司里去了。李明翰本来正在升职的档口，因为这事既没升上职，也没拿到期权，只能继续做底层，每天加班写代码，赚的那点工资既要付房租，又要请律师打离婚官司，日子过得很是艰难。这些我是怎么知道的呢？这些是李明翰在某一天深夜喝醉后打电话亲自跟我说的，因为他竟然想要和我复婚。他模仿着电影，自以为深情地说：苏倩，不如我们从头来过。我的鸡皮疙瘩顿时起来了，干啥呀？这是杀人不过头点地。他继续深沉道：我知道你也忘不了我。我在电话那头翻了好大一个白眼，隐形眼镜都差点掉出来。我确实忘不了你，毕竟一看到路边的垃圾桶就会想起你。看在在一起7年的份上，我最后给你一个建议，家里没有镜子总有尿吧。然后我彻底的拉黑了这个人。后来我还是陆陆续续听到了李明翰家的故事，是李明翰的表妹和我说的。当年家族群一战，让他彻底成了我的头号迷妹。他说李明翰再次离婚后，他妈就回乡下了，因为想着和他爸再生一个，吃了不少偏方，肚子没有一点动静不说，倒是把身体给吃坏了。以前骂人方圆几百米都能听到，现在说几句话就气喘吁吁的。他爸更是现实，竟然开始疯狂给村里的寡妇献殷勤，结果被人家指着鼻子骂：老逼灯离我远点。这身上一股死味。而且李明翰不能生育这事也在村里传开了，至于是谁传的呢？表妹分析，家族群内部有敌人，毕竟李明翰他妈这些年仗着生个儿子，明里暗里没少嘲笑这些亲戚，现在这不给人家送机会了，他们老两口受不了这痛了心子，就想着去投奔李明翰了。结果李明翰是个不争气的，因为不能生还被戴绿帽子，自尊大大受挫，为了找回男性的尊严和面子，他居然开始出去找了，然后赶上扫黄，当场就被警察叔叔逮了，拘留15天。公司知道后第一时间把他开除了，现在他们一家3口就靠着这一点赔偿金生活。听说3口人每天掐架，他爸怪他妈生出半个残废，他怪他妈拆散了他的婚姻，至于他妈好像就只会怪命，他妈本来身体就不行了，现在不仅要带病伺候这2个祖宗，还要担下这一切，因此病得更厉害了。听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不禁感慨，只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吧。而此时的我已经在读研究生了，是复旦大学的新闻传播学。我终于在28岁那年的秋天，开启了曾经默默幻想过的生活，每天住宿舍，吃食堂，学本领，下课后和舍友一起逛街，周末回家陪父母，寒暑假和朋友一起到处旅行。我才发现一个人的日子原来这么精彩。我对结婚生子的事情也不再执着了，因为那根本不是人生的必修课，幸福才是。全文完结。